去寻周林渊的路上，我遇到同样进京见未婚夫的秦宣仪，因夫君不合心意，他整日里掉眼泪，我便常安慰他，可他竟将我绑起来，换上我的衣物，趁夜逃了。完了，新娘子跑了，我该怎么和主君交代呀？我忽然想起前世，周林渊临死前说，如果那年婚宴你晚回来1日该多好，我与宣仪至少能做1日夫妻。明差10座庙，不毁一桩婚。嬷嬷哭什么？离开的是周家亲戚，我不还在这儿呢吗？娘子定要记下，我们主君乃殿前司指挥使魏时昭，娘子名叫秦宣一，与主君自小有婚约。嬷嬷看着我，欲言又止。奴婢多嘴问一句，娘子为何轻易放弃追秦娘子？听闻周大人乃真君子，我们主君的名声是不及他的。周林渊确实是君子，年少成名却依旧沉稳。他把温柔给了世间所有人，唯独把冷漠全留给了我。我从小被送进周家做等郎妹，等他出生，等他长大，等着嫁给他。期间拼命干活，不敢多吃饭，生怕被赶出去。他小时候喊我阿姐，会张开手要我抱；长大一些，只会皱眉说脏死了，让我回家之前洗脸。有一次，我寻到一窝鸟蛋，想带回去给他们补身子。洗脸时，鸟蛋掉进河里，我去捞，不小心也坠了进去。我不会浮水，差点淹死。他赶来，把鸟蛋摔在地上，怒气冲冲的道：“你怎么不干脆拿着这个破鸟蛋死在河里？”我浑身发抖，只敢低着头说对不起。后来他要去省城读书，他把我缝的驱蚊香囊扔了，我捡回来重新缝补后递给他。不用了，会被同窗笑话，而且不必去送我。你那么笨，肯定会在人前丢脸。我攥紧香囊，低低应了一句好。一别数年，再次见面，便是婚宴。我浑身狼狈地冲进周府，他看我的眼神全然陌生，却握紧了身边女子的手，直到真相揭开，秦宣仪被送回魏府。婚宴不欢而散，他只说了一句话：婚宴不改办了，往后好好学规矩，不要丢了府中的颜面。像幼时那般，我点了点头，低声说好。嫁给他几10年，我拼命读书识字，怕出错，怕丢脸，怕他不高兴。幸而骨子里倔强，在京中贵妇圈上有一席之地，没丢过周府的颜面。周林渊虽然不喜欢我，却也不曾冷落我。即使我无法受孕，他也从未提出过纳妾。我以为这一生没有遗憾了，直到他临终前望着我说：“若你晚回来1日，我与宣仪至少能做1日夫妻。”这句话把我一生砸得粉碎。我带着痛苦结束了一生，再睁开眼，我回到了这一年。所以这一次，我选择成全他。第2日，我入了魏府，恰逢魏时昭在宫中当值，府中下人不敢怠慢我这未来女主人，诸事安置得妥妥帖帖。日里吃了便睡，醒了又吃，既无需理事算账，也不必喂猪割草。活了2辈子，我头一遭晓得什么是真正的活着。深夜，我从梦中醒来，迷迷糊糊披衣起身去拿灯，余光扫到暗处坐着一个人，正手持书卷，支着头，似笑非笑地望着我。我一惊，险些将自个绊倒，尚未站稳，脊背便贴上一具温热而坚硬的胸膛。我的手被一只宽大粗糙的手掌轻轻握住，男人身上的气息霸道地扑过来。我长得很吓人吗？放肆！我可是魏时昭的人，哪里来的登徒子？在下不才，正是娘子口中的魏时昭。闹了这般乌龙，我连忙垂手行礼，耳根烧得滚烫，再不敢看他。魏时昭懒散的倚入贵妃榻，打量我：“你就是我要娶的小娘子？”这哪是传闻中杀伐决断、人人惧怕的魏时昭，分明就是个登徒子。我红着脸点点头。魏时昭含笑颔首，自榻上起身：“既如此，娘子安心住着，静待婚期便是。夜深了，便不扰娘子安歇。”我送他至门外，直至那扇门合拢，方长舒出一口气。书房，秦家也算书香门第，养出的女儿，掌心不该有钱。去查这女子的来历，若是细族，杀了。主君，还有一事反常，周林渊将婚期提前了3日，朝中多数人家皆收到了请帖，唯独没给咱们府上发请帖。周林渊连虚与维护都不肯了。周大人的喜酒，我偏要去尝尝。命库房备礼，再备一套女子衣裳，我要携未婚妻同往，也好沾沾喜气。灯火被夜风吹得摇曳明灭，光影错落间，男人的面庞半明半暗。
帕子被随手扔到地上，他唇边笑意渐深，愉悦地叹道：“捕猎开始了。”知道周林渊将婚期提前时，我心中重重一跳。我们成亲的日子是婆婆去世之前特地找人算过的吉日。周林渊向来敬重母亲，若无旁的事由，不可能擅自改动，除非他也重生了。周林渊将婚期提前，大约是怕我又冒冒失失闯进去，毁了他和秦宣仪的婚宴。2辈子了，还是这么讨厌我。鼻尖有些发酸，我深吸一口气，忍住喉中哽咽。夫人，周府喜宴将近，时间匆忙，赶制新衣来不及了，只能先委屈您穿成衣了，还请夫人恕罪。我一怔，此话怎讲？主君收到周府邀约了，特意嘱咐了奴婢们要带您同去呢。我脑子里浮出的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不能见周林渊和秦宣仪，而是若我去了，该丢魏世昭的脸了。周林渊的婚期如约而至，小丫鬟们一大早便将我拉起来梳洗装扮。出门时，我悄悄将一个面纱塞进袖口，想寻个由头遮住脸，直到我将理由寻好，在心中默背许多遍，也不见魏世昭的影子。过了一会儿，下人禀报称主君公务缠身，要我先行一步。我松了一口气，起码一个人不是那么显眼。周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我让马车停在远处，只带一个丫鬟，顺着人流悄无声息地进了门。魏世昭没有说他何时到，我便想寻个常年无人住的院落先躲着，却十分倒霉地与周林渊狭路相逢。此地人少，我连忙将头埋得更深。余光中，周林渊一身喜服，眉眼含笑，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我记忆中的周林渊从未这般笑过，面对我时，他总是紧抿着唇，眉头皱得很深。看来他是真的很高兴能成功娶到秦宣仪，也真的很高兴不必再看见我。我轻轻垂下眼，不经意间同擦身而过的周林渊视线相撞，那一瞬似乎被拉得很长很长，我几乎能听到自己重如擂鼓的心跳。周林渊应是没认出我，只是微微蹙了蹙眉，表情没什么变化。我松了一口气，将被风吹乱的面纱整理好，随意进了一个荒废的院子。3月到春寒，风自是有些凉的。小丫鬟去如厕，我自己不敢乱走动，只缩在一棵树后躲风，掰着手指头数时辰。想起那晚魏世昭一声不吭地坐着，害我被吓了一大跳的事，我将脚下的小石子踢飞，小声嘟囔：为何还不来？哪有人吃喜酒这么晚才到的？小石子咕噜噜滚了几圈，停在一双玄色靴前，一道冰冷嗓音响起：周一素，你胆子大了。声音不大，却凉得像冷刃贴到颈侧，我浑身僵住，如坠冰窟。周林渊此刻不该在拜堂吗？脚步声逼近，他从身后走过来，将我整个人笼住。他站定，居高临下地盯着我。到了京城，不回家，倒敢带奸夫来府上苟且。周一素，你找死吗？我本以为他会怀疑我来闹婚宴，却没料到他这样想我。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人掐住，发不出半点声音。周林渊扯掉我的面纱，冰凉的指尖掐住我的下颌，强硬地抬起我的脸。老实交代那奸夫是谁？我看心情还能留他一个全尸。我声音发颤，带了些哭腔地说没有。周林渊一愣，目光落在我面颊上被掐出的红印上，旋即放开了手。他轻嗤一声，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不屑。事到如今还嘴硬，你不就是怕我不娶你，才急着寻下家？你大可看看，外面的男人哪个算好东西？我含泪看着他，2世来第一次，仅以周一素的名义直呼他的名字。周林渊，我在你心里永远那么卑贱不堪是吗？我4岁入周家，生活洗衣带你长大，日子难熬时便将你长大，成亲当作念想，咬牙撑下去。成亲虽不顺利，可嫁你几10年，我拼命学规矩管家事，却换来你的一句遗憾。我累了，这一世我不求别的什么，只求你将我当作陌生人。这番话说完，我心中奇怪的没有一丝波澜，像是一根扎了2辈子的刺终于拔出来了。你也回来了是吗？周一素，多活1辈子倒是翅膀硬了。不是翅膀硬了，是我真的累了。周林渊，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的不想再过那种看见他就怕自己犯错的日子了。树影婆娑，光斑落在周林渊脸上，让人看不透他的神情。院外人声嘈杂，四下都在寻他。我不懂他为何还不去拜堂，这不是他的夙愿吗？我忍不住提醒他，时间快到了。急着赶我走？怎么，那奸夫要到了？
话音刚落，院外忽而响起此起彼伏的行礼声，一道笑声朗朗传来，带着几分漫不经心。本官这个奸夫不懂事，叫周大人久等了。魏时昭一袭暗黑长服，腰佩鸾刀，缓步走来，通身金贵四溢，气场碾压全场。周林渊面色难看，却还是朝他行了一礼。魏时昭没瞧他一眼，只朝我伸手，让我过去。我犹豫了一下，方抬起脚，手腕便被周林渊握住。周大人这样牵着本官未婚妻的手，怕是与理不合吧？周林渊下意识想开口，却什么都没说。我知道他怕魏时昭发现周府迎进门的心腹才是真正的秦宣仪。果不其然，下一秒周林渊就放开了我的手，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般，歉意一笑。抱歉，是我今日忙糊涂了，还望娘子莫要介意。喜宴的流程与前世别无二致，只是瞧着更盛大，更用心。秦宣仪盖着红盖头，虽遮住了样貌，同周林渊并肩而立，却格外赏心悦目。大约是知道魏时昭在场，他有些紧张，一直紧紧攥着周林渊的手。二人自我席前经过时，魏时昭恰巧附耳过来，说婚服的式样已经定好了。我点了点头，不适应太亲密的距离，有些局促的离他远了些。余光里，向来沉稳的周林渊竟趔趄了一下，险些跌倒。我的目光全放在不对劲的周林渊身上，没注意到魏时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浓厚的探究与玩味。喜宴开始没多久，魏时昭兴致缺缺地吃了几杯酒，便带着我离开了。周府大门外依旧嘈杂，许多起而闻的周家有喜，纷纷涌来讨要喜钱。脏兮兮的孩子挤作一团，将下人撒出的铜板哄抢一空，有几个甚至扭打起来。魏时昭眉眼间浮起倦色，令下人将孩子们分开，便要离开。我不经意间瞥见角落里的一个小小的身影，那孩子蓬头垢面，蜷缩在暗处，两手空空，唯独他没有铜板。我犹豫了一瞬，转身朝他走去。他察觉来人，下意识便要逃。我唤住他，蹲下身，从袖中摸出自己攒了许久的2个铜板，轻轻塞进他手里。拿去买些吃的吧。小男孩低头看了看掌心，什么也没说，转身飞快地跑了。那孩子大抵便是被要挟行乞的，你给的钱落不到他自己手里。我知道，起码今日他可以免去一顿打。魏时昭一怔，没想到我会那么回答。我看着脸色突然变得阴沉的魏时昭，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上了马车。我知道他大概是想起了自己年幼时家道中落后沦为乞儿的那段阴暗时光。周林渊的婚宴结束后不久便是花朝节，本该是热闹的节日，却恰逢魏时昭王母忌日，他整日闭门，府中人心惶惶。关于魏时昭的身世，我前世听说过一些。他沦为乞儿后吃了不少苦，后来魏时昭跟随当今圣上参军起义，小小年纪手段狠厉，成了人人敬畏的殿帅。听闻没有俘虏能撑得过他亲自审问。我一连许多天没有出过房门，可今夜我罕见的失了眠，辗转反侧许久也睡不着。夜已经深了，我盘算着魏时昭应该还没回来，干脆起身去花园散步。夜色如墨，我提着灯笼坐到湖边的亭子里。魏府的下人不多，天黑了就显得格外冷清。我的胆子大起来，轻轻哼起儿时喜欢的童谣。夜风不冷不热，吹得很舒服。我看着湖面出神，一道沙哑的嗓音忽然响起：“唱完了吗？”我一惊，寻遍四周也没瞧见人影，正疑心是不是见鬼了。一粒小石子从天而降，不轻不重地砸在我的额间。我仰起头，正对上对面屋顶魏时昭的视线。他平日偏爱玄色，今日却穿了一身白，丹凤眼中依旧含笑，只是那笑不达眼底，衬着惨白的衣裳，比鬼还像鬼。今夜的魏时昭很不一样，他以前的笑是漫不经心，不在乎任何事情的笑，今夜的笑却浮于表面，比哭还难看，无端让人心里发堵。魏时昭自屋顶上一跃而下，嘴上说着傻，却也弯腰坐到我身边。我觉得自己在屋顶上看星星已经够傻了，不料还有更傻的，来湖边坐着唱歌。酒气弥漫在夜风里，闻起来是苦涩的。我还记着丫鬟说最近的魏时昭不能惹，生怕说错话，便一声不吭地僵坐着。魏时昭倒是不介意我的沉默，仰头灌了一口酒，周围只有细微的虫鸣和身边人饮酒的吞咽声。安宁渐生，我放松警惕。我看着男人吞咽时微微滚动的咽喉，忽然鬼使神差地开口：“殿帅，酒好喝吗？”魏时昭一顿，看了眼好奇的我，唇角勾起一个蔫坏的笑。看着他递来的酒瓶，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学着他的样子猛灌一口。未曾料到，将自己呛住，咳得东倒西歪。魏时昭递给我一方帕子，十分好笑地道：“
你倒是识货，晓得我这酒千金难寻，抢过来就灌。我整个人似要烧起来，从耳根红到脖子，把脸埋进帕子里不敢抬头。可帕子上沾染的全是他的气味，清冽干净，还带着些微苦。我的脸更红了，昏昏沉沉，不知今夕是何夕。魏时昭大约是怕我醉了惹麻烦，没再怂恿我喝酒。醉意上头，我的胆子大了一些，不是那么怕他了，便随意地坐到地上，将脸搁在凳子上，盯着漆黑的湖面发呆。魏时昭自顾自饮酒，我自顾自发愣，倒有种奇妙的和谐。殿帅，你家好黑啊。你怕黑？我只是觉得，人难过的时候，回到家看到有一盏灯等着自己，也许心里会好受一些。魏时昭眼底的笑微微凝住，只说是谬论，酒真的是个坏东西。我前所未有的大胆，仰着脸看他。殿帅，其实难过的时候没必要笑的。魏时昭目光沉沉，看着咄咄不休的我，偏我还在不知死活的继续。我知道那种感觉，分明心里已经在下暴雨，还要笑着告诉所有人没关系，骗过所有人，也以为能骗过自己，可心里的水位却越涨越高，雨也没有停，这样下去，人会窒息的。魏时昭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是想看清里面到底有什么，可那里面没有他想看到的东西，只有月光、星星，还有他，那么纯粹。魏时昭猛地闭上眼，仰头躺到地上，很久都没有说话。我好奇地问：殿帅，你要睡了吗？魏时昭没有回答，只是用手背覆盖住眼睛。我愣愣地看了看天上的月亮，随即也躺在他身边，自言自语道：那我也睡吧。月亮似乎更亮了一些。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我快要睡着时，耳边忽然响起一道模糊的声音：可以再唱一遍那个童谣吗？我困得几乎已经失去意识，却还是依照本能轻轻拍着身边人的背，迷迷糊糊哼起从前经常哄周林渊睡觉用的童谣。魏时昭睡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觉，没有反复的噩梦，没有忘不掉的痛苦。睁开眼便是灿烂的阳光和有些嘈杂的鸟鸣。他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昨夜发生的事，而后垂下眼望向紧紧抱着他的我。我还在睡，侧脸紧紧贴着他的小腹，看起来是全然的信任与依赖他，可这实在是一个尴尬的姿势。魏时昭抬手遮住眼睛，喉间滚动，沉沉地吐出一口气后，将我抱起送到房间中。魏时昭每日早晨都要练武，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今日他却破了例，直到日上三竿，才带着浑身水气更衣处理公务。案上放着几张薄薄的纸，那是方才探子送来的关于我的情报。魏时昭拿起来，复又放下。他在窗前站了很久，脑子里不知为何一直回想着我被酒气熏软的嗓音。魏时昭转过身，望向桌上的纸张。只要他现在打开，就能立刻知道我的所有信息，包括我是谁派来的细作。可不知为何，魏时昭迟迟没有打开。魏时昭低声：罢了。那叠薄薄的纸安静地躺在书案上，被刻意遗忘。我一觉醒来时，脑子还有些发懵。这是在房间里。我环视一圈周围，只见屋里的小丫鬟们都带着喜气洋洋的笑。丫鬟贾欢喜：恭喜娘子。我愣住，有什么喜事吗？娘子昨夜可是主君亲自抱回来的。什么？我头昏脑胀，勉强从中拼接出一个事态真相。我昨日吃醉了酒，不仅和魏时昭在外睡了一整夜，还是被他抱着送回来的。2辈子第一次做那么出格的事。我眼前发黑，没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异样，才松了口气。我强撑镇定。殿帅送我回来时是什么表情？主君可温柔了。奴婢瞧着主君离了娘子便活不下去似的。我慌乱，别胡说。没多大会儿，又传来一个惊天噩耗。丫鬟禀报：娘子，花朝节在即，皇上皇后广邀大臣家眷进宫赏花，其中也包括你。进宫？只是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再定制衣裳，主君便命成衣铺子送来许多成衣供娘子挑选。可我实在太瘦小，再小的衣服穿在我身上也松松垮垮，瞧着十分滑稽。魏时昭坐在上手品着茶看我试衣，眉头就没松开过。我面对他本就不自觉紧张，更何况前几日我们还阴差阳错的同床共枕过。若不然，我称病不去了吧？你不想去？没有，我想去的。第一次入宫害怕。你是我魏时昭的未婚妻，只要我还活着，就没人敢为难你。我一怔，
他这是给我撑腰的意思吗？虽然大概率是多想，我却还是有些鼻酸，仓促地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不管如何，宫宴是必须去的。我随魏时昭坐马车进宫，别的大臣家眷皆在宫门前下车不行，只有魏府马车畅通无阻，所过之处无人不敬。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下，魏时昭将我扶下来，越过一众行礼的人群，带着我向御花园走去。我前世也是经常进宫的，知晓外男不能贸然进御花园，连忙道：殿帅，你不能进去。魏时昭撩起眼皮瞥了我一眼，没有搭理我。一直到御花园前，魏时昭停住脚，魏时昭低声叮嘱：去吧，皇后娘娘已经在等你了。有人若想给你下马威，尽管打回去，听到了吗？我怔怔看着他，原来真的是为了给我撑腰。我猛然想起前世自己初次参加宫宴时的局促和不安，那些高门大户出身的娘子们看不上我。她就是周林渊那个等郎妹，连规矩都不懂，也配来宫宴？我独自一人，在陌生的环境中，承受四面八方涌来的嬉笑、嘲弄的目光。那时我不敢和周林渊说，怕他觉得我没用，又丢了他的脸。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亲自将我送到御花园前，替我打点好一切。魏时昭看着我，别怕。我怕自己在魏时昭面前掉眼泪，胡乱点了点头，连忙朝里走。走到一半，没忍住回头，魏时昭依旧站在那里看着我，眉间带着淡淡的倦意，面上没什么表情，只在和我对视的一瞬间，轻轻勾了勾唇角。我忽然间就有了底气，我鼓起勇气：魏时昭，谢谢你。没敢看他的表情，我红着耳根，慌忙转过身。魏时昭看着那道背影许久，直到有人通知他皇上召见。殿帅，皇上召见。他才恍然回神，自言自语一般轻斥一句。魏时昭低笑：傻不傻？进到御花园后，我才发现所有事都同前世变得不一样了。无需我开口，就有许多娘子主动寻我说话。秦娘子，今日这身衣裳很衬你，听闻殿帅亲自送你到御花园前，可见极看重你。我局促：诸位娘子谬赞了。是啊是啊，真是羡慕姐姐。前世曾为我解围过的皇后娘娘依旧和善，这一次也主动将我叫到跟前问话。你便是魏时昭的未婚妻，过来，让本宫瞧瞧。我恭敬：臣女见过皇后娘娘。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见到秦宣仪。周夫人有孕了，今日便没入宫。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内心没有太大波澜。周林渊终于完全弥补了前世的遗憾，不仅成功取得心上人为妻，还即将成为人妇。念在曾经的情分上，我便在此遥祝他诸事顺利，与心上人白头偕老。没过多久，皇后同众人叙了会儿闲话，便去了偏殿休息。皇后起身：你们年轻人自去赏花，不必拘着。在场的贵妇娘子们几乎同一时间都涌到我身边，我同众人一一寒暄完，便随意寻了个由头走出了人海之中。我低声：我去那边透透气。好容易逃出来，我心有余悸地抚了抚胸口，躲到御花园偏僻一角赏景。今日天气好，阳光洒在鲤鱼成群的小湖中，倒别有一番趣味。我同小丫鬟玩心大发，撩起袖子玩起水。娘子小心些，正开心呢。瞥见潭中忽然出现一抹熟悉的影子，我猛然抬头望去，却见周林渊正站在湖对岸，怔怔地看着我。周林渊面色泛红，站姿也不似从前那般端正，分明是醉了。我心下一慌，连忙将挽起的袖子放下。我没有搭理他，牵着小丫鬟的手就要离开。阿姐，不要走！周大人，你认错人了，放开我！但我挣脱不开，连忙吩咐小丫鬟去找皇后娘娘来。见小丫鬟匆忙走了，我才松一口气。周林渊，你看清楚我是谁？你是阿姐，我怎会将阿姐认错？阿姐，一切都错了，你不要走，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他言语颠三倒四，分明不知晓自己在做什么。我深吸一口气，不想再同他浪费时间。周林渊，你已经和秦娘子成婚了，你有家室，还有未出生的孩子，清醒一点。不是的，我没有想碰她，我不小心将她认作了你。我一愣，胃里顿时一阵翻江倒海。周林渊，你知道你有多恶心吗？不知哪来的力气，我一把甩开他，弯着腰开始干呕。周林渊慌了，想来扶我，被我恶狠狠地瞪回去。
我不明白当年那个肯为黎奴遮雨的小少年为何会变成这副自私自大、让人恶心的模样。周林渊触及我厌恶的眼神，一下子愣在原地，不敢再上前。我见他不再纠缠，正想离开这里，外面却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道尖锐刺耳的嗓音响起：“我亲眼见到殿帅的未婚妻秦娘子在同周大人拉拉扯扯。”脚步声逼近，四周已经没有路可走，我连忙拽着周林渊向湖边去，想要他跳下去。周林渊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最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哑声道：“阿姐，对不起，我连累了你。”我急得几乎快哭出来，没时间再同他说废话，伸手将他推了下去。扑通一声，水花四溅，湖面上漾起圈圈涟漪。很快，一切又回归于平静。一个我前世曾有过几面之缘的小娘子闯进来，身后跟着许多来瞧好戏的人。怎么可能？我方才分明瞧见你和周大人在这里拉拉扯扯。见过宋三娘子。宋鹤蝶是宋阁老的小孙女，自幼被捧着长大，打小就喜欢魏世昭。前世我听闻她总是找秦宣仪的麻烦，还差点将秦宣仪害死。最后魏世昭发了火，宋阁老一把年纪上门赔罪许久，这才平息魏世昭的怒火。想到这儿，我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酸溜溜的。喂，你到底把周林渊藏哪儿了？三娘子说的话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此地赏景，并未见过周大人。我明明看见你们在这里拉拉扯扯，你还亲他了。三娘子，慎言！你不要脸还不让人说了！我还看见你朝周林渊身上贴！一声脆响，宋鹤蝶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个通红的掌印，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我攥紧微微颤抖的手，嗓音平静：“三娘子，慎言！”众人鸦雀无声，谁都没想到我会动手打人。你给我等着！我要告诉我爷爷！既如此，宋阁老不如现在评理，让众人都瞧瞧，是您孙女的错，还是我未婚妻的错？我骤然抬眼，隔着满湖碧波，望进魏世昭的眼睛里。他不知何时来的，负手立于垂柳之下，泱泱人群中，独他有颜色，连日光都偏爱，碎在他眼底，像满天星河。他只是微微勾唇，似笑非笑，可我却莫名读懂了他的意思。他一定是在夸我，说打得不错，不愧是我魏世昭的人。闹剧以宋鹤蝶向我道歉收场。回程的马车上，我和魏世昭谁都没开口。我在等他问我有没有见周林渊，却不知他为何沉默。行至半途，他依旧闭眼假寐，丝毫没有主动说话的意思。我小声唤他，他没睁眼。我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袖：“你袖子破了一点，我帮你补补吧。”魏世昭依旧闭着眼，不答应，也不拒绝。我便擅自做了决定，跟着他进了院子。这是我头一回进魏世昭的居所，院子里一尘不染，陈设简洁朴素。怎么没有下人？我的院子不许外人进来。那我算内人。我抿住唇，忍下那点小小的得意。魏世昭已然坐下翻书，见我愣在原地，轻啧一声：“不是要补衣袖，还不过来？”我回神，连忙拿着备好的针线盘腿坐到他身侧。他没脱外袍的意思，我便直接穿针引线，低头缝补起来。我缝得认真，连他的书许久未曾翻动过一页都没发现。我最拿手的便是针线活，不多时便缝好了，打了个漂亮的绳结。我下意识想咬断细线，忽然想起这是魏世昭的衣裳，没有剪刀，我只好求助：“殿帅，我弄不断线。”魏世昭似看书入了神，没有应声。我仰头想再换，他却猛然回神，下意识垂手，鼻尖相贴，呼吸交缠，近到我几乎能看清他瞳孔里自己的倒影。我一愣，正要后撤，魏世昭却掐住我的下颌，深深地吻了下来。这个吻太霸道，像一场不宣而战的掠夺，我承受不住，只得用手撑着地面往后躲。我疑惑的事很多，但我不想动用探子，也不想逼问你，我只想听你亲口说关于你的一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看着我，好似我是什么珍贵的宝物，眼前都蒙上一层水雾。我看着他朦胧的脸庞，轻轻点了点头，换了一句魏世昭。但我方一开口，魏世昭的眸光便沉了下来。你叫我什么？我抿了抿唇，不确定地回答殿帅。话音未落，整个人就被掐腰抱起来。我被魏世昭按在怀里堵住唇，直到快要窒息，才被允许休息一下。
他一下下轻啄着我的唇，哑声道：“叫我石昭。我好喜欢听你这样叫我的名字。”吻又铺天盖地地落下来，我几乎要化成一滩水，只能紧紧依靠着魏世昭获得支撑，也就没有看到敞开的院门外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黄昏渐落，周林渊面无表情地看着屋内的情景。阿姐，魏世昭睥睨着他，挑衅地弯了弯眉眼。看清楚了。他抬起怀中人儿的下巴，在鼻尖、额头、面颊落下一个个吻，直到魏世昭将阿姐抱进里间，周林渊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周林渊慢慢攥紧手指，骨节咯咯作响。他怎么敢？魏世昭怎么敢动我阿姐？一种近乎本能的占有欲从骨头缝里往外渗，要将他逼成没有人性的野兽。他终于承认自己错了。我7岁离家，长大后才知道当年有多混账。我原本发誓，成婚后要好好待她，可秦轩一冒充阿姐进京，我没能忍住。成婚前，我几乎寸步不离，只觉得他做什么都好。原本抵触的婚约也成了期盼，直到阿姐闯入婚宴，方知认错了人。我竟仍未分清，心底真正念着的人是谁。重生一世，他想了却遗憾，决意娶秦宣仪，却始终无法与她圆房。前几日多饮了几杯酒，恍惚将她认作阿姐，误与她发生关系，还让她有了孩子。周林渊幡然明白，便借着酒意去寻阿姐，又差点害了她。阿姐，是我错了。他跳入湖中没多久便昏迷了，是魏府人将他救下的。原以为是魏世昭良心发现，但魏世昭，你怎么敢动我的阿姐？尽管已经决定要坦白，但还是没有勇气。魏世昭若知道我的未婚夫另有其人，会不会生气？也怕他知道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家世和并不光鲜的过往，他会厌恶我吗？还是干脆与我断了来往？窗外起了风，吹得岸上的灯摇摇晃晃。我没办法不在乎魏世昭，我想他的目光只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想时时刻刻都与他在一起，想知道他是否也同样在乎着我。我对着那盏孤灯缓缓攥紧了手指。我告诉自己，这一次不可以再懦弱退缩。既然决定嫁给他，就不要欺骗他。只是还没等我攒够勇气，坏消息便先一步来了。娘子，岭州忽发地动，死伤惨重，圣上命殿帅即刻出京，替他坐镇岭州，安抚百姓。岭州地动？可距离前世岭州地动的时间明明还有2年，去的也不是魏世昭。我记得那位大臣周林渊很不喜欢他，那等朝廷蛀虫，迟早误国。那位大臣在岭州染了疫病，当时没能活着回上京。我得到消息时，魏世昭已经在清点兵马，预备出发。娘子，您去哪儿？我要见他。裙角绊了脚，狠狠摔倒在地上，却顾不得疼，立马再爬起来往前跑。风灌的眼眶发酸，耳畔只剩自己粗重的喘息和擂鼓般的心跳。千万要赶上，要让我见上一面。城门处马蹄声震天响，我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他。我竭尽全力喊他，声音却被马蹄声淹没。我在心里求他回头看看，霎时间像是心有灵犀，魏世昭于马上回头，隔着滚滚浓烟同我相视。我喜极而泣，朝他奔去，他也同时策马向我而来。抱歉，走得太急，没有办法同你好好告别。没关系的，你听好，我叫周一素，我在这里等你回来，你要快点回来。我会快点回来，听你说以前的事。魏世昭，一定要平安回来。魏世昭把我的心带走了，我吃不下，睡不好，日日盼着岭州来信，可岭州实在太远，上一封信距今日已经快2个月，我收不到新的信便焦急如焚。魏府的下人几乎不敢离开我半步。娘子，您再吃一口吧。我吃不下。半个月后，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娘子，岭州出现疫病，现已封锁城门，不许任何人进出。那魏世昭呢？朝廷派了许多兵马前去运送粮草与药物，岭州附近的土匪却又忽然卷土重来。魏殿帅曾奉旨剿匪，那些土匪记仇，知道被困的是殿前司指挥使，便拦路不许人运送物资。硬闯过去，粮草药物就要损伤大半，得不偿失。岭州陷入绝境，
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状况。我开始日日做噩梦，梦里魏世昭染了病，苏苏，梦里魏世昭掉进地洞的裂缝中。魏世昭醒来时，脸上总有许多泪。魏府下人寻遍名医，却依旧阻止不了我的身体日渐衰败。娘子，奴婢再带您去看一个大夫，好不好？我没有力气拒绝，这一次却出了意外。我醒来时，几乎以为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了。有人吗？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身下铺着的东西十分柔软，应该是被褥。我爬起来尝试着往前走，却听到了清脆的铁链声。脚上的重量不同于往常，应是有人将我拴了起来。我尝试四处摸索熟悉空间，往前走时，忽然察觉到额头处有微弱的气流拂过，并不是因为有通风口，是我面前站着一个人。我淡淡开口叫周林渊，不大的空间里回响起男人的笑声。我的脸被一双手捧住。好聪明的阿姐，别碰我！那阿姐想要谁碰呢？你心心念念的魏世昭吗？阿姐，你不是很想知道魏世昭的下落吗？魏世昭死了，阿姐，他已经死了。他是死是活，我会自己去看。阿姐，他是死是活都和你没关系了。待我将所有事情办完，我们就回家好不好？继续过小时候那样的日子，只有你和我。我偏头躲开他的触碰，冷声道：“不好。”周林渊却像没听到我的话一样，依旧自顾自的幻想。我一阵胆寒，他真是疯子。周林渊每日都会来看我，他大多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顾自地说着话，完全不在意我回不回答。我会主动吃饭喝水，这点让他很满意。像小时候我夸他一样，我吃完饭，他也会夸我。周林渊像被困在了幼年，拼命寻找，创造以前的痕迹，可悲又可恨。趁着他不在时，我会偷偷摸索着走走，熟悉四周的环境。我推测自己大概是在一个地窖里，至少有5米高，出口应该很隐秘，在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扶着墙壁一寸寸摸过去，试图找到出口在哪里。忽然，一道声音小心翼翼地响起：“周娘子，你在里面吗？你是秦宣仪吗？”“是我，周娘子，你稍等，我这就来救你。”不多时，面前出现一点光亮，烛火盈满小小的空间。秦宣仪探出头，挺着大肚子爬了上来。秦宣仪喘着气，浑身是汗，拿出早就捏在手里的钥匙，抖着手替我解开锁链。“你怎么寻过来的？身子能撑得住吗？”“来不及了，我们边走边说。”他领着我爬出一段窄窄的出口，随后便是一段弯腰可以通过的长道。我早就发现夫君最近很不对劲，他常自言自语地念着什么，面上的笑越来越吓人。我心下不安，便偷偷跟踪了他几次，才发现这个地方。前几日我原本想观察观察再寻法子，可是传闻说魏殿帅没有死，就快回京时，夫君似乎更加焦灼。我偷听到他说他要带你一起去死，我知道不能再等了，便趁他今日回来时，在他杯中下了蒙汗药。这条通道很长，我们一定要快一些。得知魏世昭没有死，我松了一口气。那日他走之前，我将岭州一处草药仓库的地址写在纸条上，塞进了他的衣衫中。前世岭州的危机就是靠这个仓库度过的。我一开始是想将这个信息当作筹码，以后好同魏世昭和离用，没想到一切都提前了，幸而魏世昭没事。秦娘子，多谢你救我。周娘子，是我谢谢你才对，不怨我抢了你的未婚夫。我出发来京之前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梦到我夫君姓周，爱穿白衣，对我很好很好。我几乎沉溺在那个梦里，完全不愿嫁给殿帅。遇到你时，你说你的夫君就姓周，我想干脆就赌一把。夫君对我确实很好，几乎事事顺着我，直到我们圆房时，他喊了你的名字。这大概就是上天对我自私的惩罚吧。我不怪你，还要谢谢你，让我遇到魏世昭。谢谢你，周娘子。他话音刚落，我们身后忽然炸开一声巨响，秦宣仪声音这里还有另一个出口，我们定是被夫君发现了。没事，我们快一些，他追不上。我握住秦宣仪的手，拼命狂奔。
但这时又突生异变，秦宣仪突然又满头大汗地跪在地上，面如金纸。周娘子，我跑不动了，我的肚子好痛。周娘子，你快走吧，不用管我，我有身孕，夫君不会动我的。这话有几分真，只有他自己信。周林渊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又能在乎谁？上来，你不走，我也不会走的。这条路像没有尽头。秦娘子，你想好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了吗？秦娘子，你喜欢女孩还是男孩？出去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取名是要夫君来的，我更喜欢女孩。听说女孩像父亲，周娘子想和我做朋友吗？我好高兴。尾音戛然而止，我能感受到掌心中的一片黏腻，却不敢细想那是什么，只哽咽的哀求：不要睡，秦轩逸，我们出去做朋友。我被巨大的冲击甩在地上，耳边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只剩一片嗡鸣，身下的土地开始震颤崩塌。我想爬起来，却实在没有了力气，在骤然间陷入黑暗之中。美好的一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思考了整整一辈子，也没有得到答案，直到遇到魏世昭。他看着稳重深沉，却又十分哀伤。明知道我骗了他，却不愿自己找到答案。我不想动用探子，也不想逼问你。我只想听你亲口说。明知道我骗了他，还要给我撑腰，允我用殿帅的名头狐假虎威。有人若想给你下马威，尽管打回去。只要我还活着，就没人敢为难你。魏世昭说，他很喜欢听我喊他的名字。叫我石昭，我好喜欢听你这样叫我的名字。其实我也是，我好想让魏世昭喊我的名字。一想到我的名字从他舌尖滚过，自他口中吐出，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快乐。魏世昭，我可能要死了，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能喊一声我的名字吗？耳边的嗡鸣声散了，朦朦胧胧，我听到有人喊周一素，那是魏世昭的声音。我被埋在废墟下，浑身动弹不得，只能艰难地用手握住一块石头敲击身边的木板。殿帅，娘子在这里。然后身上的土和废墟就被扒开了。魏世昭将我小心翼翼地搂进怀里，浑身颤抖。他将脸埋在我的肩膀上，几乎发不出声音。滚烫的液体流进衣领中，比火还烫人。我也紧紧地抓住他，忍不住想要流泪。互相都承受不住失去对方的痛苦，那就一辈子不要分开。我擦掉他的眼泪，轻轻笑开。魏世昭，不要哭，我跟你讲我以前的事好不好？魏世昭指尖一颤，扣住我的后颈，将我抱上马车。车厢外风声嘶吼，清理废墟的火光映照在窗棂上。他将脸埋在我的颈窝，嗓音低沉，带着不易察觉的恐慌。别讲那些破事，不提吧。我看着他，他那双在朝堂上令人胆寒的眼睛，此刻却红了一圈。魏世昭，我不是秦轩逸，我是周一素，是周家买回来做等郎妹的。他瞳孔骤然收缩，攥住我手腕的力道猛地加大。我知道他在怕什么，他不是在怕我的身份，他是在怕我心软。魏世昭怕我只要周林渊一句话就会回到那个囚笼，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忽然俯身一口咬在我的肩头，他却又迅速松开，眼底闪过一丝懊悔。疼吗？他指腹摩挲着那个牙印，语气狠厉的像要杀人。周林渊那个杂碎，他若是敢来要人，我就把他的舌头割了。我不会跟他斗。马车悠悠地停在殿帅府门口，他抱着我大步跨进正厅。封锁全府，任何人不得擅入。是。没有任何寒暄，他径直将我放在案桌后，铺开一张泛黄的纸。这是……他将毛笔塞进我手里，眼神灼灼。毁了他。我拿起笔，手尖微微发烫。那张泛黄的纸上写着我那年的身价5两银子，我就成了周家的等郎妹。我重重落笔，墨汁彻底覆盖了周一素2字。魏世昭从身后环住我，他的下巴抵在我的肩头，他看着那团墨字，语调冷硬。从今日起，你与周家生死不相干。好。
我靠在他怀里，觉得无比安稳。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殿帅，殿帅，田父，周凌渊在府外求见，他说他有要事要与周娘子商议。告诉他，再敢踏前一步，我就斩了他的脚。这一切总是要去面对解决的。放心吧，我会处理的。门外，周凌渊的嗓音再次响起：“阿姐，殿帅府亦非良人归处，跟我回家吧。我会向全天下陈情，迎你做正妻。”他的话听起来像恩赐，落在我耳中却像催命符。魏时昭眼神一凛，直接揽着我的腰走向门口。大门打开，风夹着雪花卷入前厅。周凌渊站在台阶下，一身月白长袍。他看着我，眼底深处藏着近乎疯狂的偏执。他认定我是被魏时昭胁迫，认定我会像前世一样顺从。魏时昭将我拉到身前，手按在我的后脑勺上。他当着周凌渊的面，亲昵地吻了吻我的额头。周凌渊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周一素，你怎能如此不知廉耻？周大人，廉耻二字不该用在救命恩人身上。你口口声声要娶我，可曾想过我愿不愿意？周凌渊愣住了，他似乎从没考虑过我的意愿。在他眼里，我只是那个守在周家永远不会离开的阿姐。魏时昭上前一步，高大的身影将周凌渊完全笼罩。他反手抽出侍卫的长剑，剑尖斜指地面。周大人，你所谓的君子之道，就是圈禁自己的救命恩人。魏时昭的话像一记重锤，砸碎了周凌渊最后的体面。周凌渊自诩清高，最怕的就是阴暗的心思被摊在阳光下。阿姐，你真的要跟这个杀人如麻的魔头？他杀的是敌，你杀的是心。周凌渊，这世上再没有周家的等狼妹了。我将那被毁的身契扔给周凌渊，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脚步也有些踉跄。魏时昭反手将剑回鞘，发出一声清脆的鸣音。他转过头，眼底的冷冽在看向我时化作一抹柔色。周大人请回吧，若再有下次，殿前司的死牢倒缺个讲经的君子。大门再次合上，院子里恢复了死寂。我脱力般靠在魏时昭怀里，这一仗我赢了前世那个卑微的自己。魏时昭将我拦腰抱起，大步走向后院。周一素，既然文书毁了，你得重新签一份。签什么？签一份这辈子都逃不掉的债。魏时昭将我按在软榻上，但并不急着动作，而是用指腹擦去我眼角的余泪。他没多言，只招来贴身侍卫低语几句。他心疼我的过往，更恨那个毁了我大半辈子的男人。次日清晨，京城舆论哗然，有人传出周凌渊在地窖圈禁无辜女子的丑闻。魏时昭这一手直接撕碎了周凌渊苦心经营10余年的君子面具。此时的周凌渊正被御史台的人带走问话，他那身月白的衣袍沾满了泥污，再也没了往日的半分神采。我坐在殿帅府的凉亭里，听着这些传闻，内心平静如水。魏时昭大步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封加急的文书，他将文书拍在桌上，嘴角勾起一抹恶劣的笑。圣上发话了，周凌渊德不配位，降职3级，发配边陲修书，这辈子他都没机会再回京城了。我看着远处渐渐升起的暖阳，长出了一口气。周一素，这下你总该彻底忘了那个人了吧？魏时昭，我从来没记住过他，我在意的只有你。既然记得，那这辈子你就逃不掉了。他吻了下来，带着不容抗拒的掠夺。我知道，属于周一素的春天真的到了。